我只是武魂殿收养的一名孤儿，却在6岁觉醒了神级武魂双神威血轮眼，不仅让千道流亲自收我为徒，更是被胡列娜疯狂追求。尽管我格外低调阻挡，却依旧无法避免舔狗岩将我视为情敌。就这样，很快到了我们觉醒武魂的日子。胡列娜正用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。石方哥哥是不是很期待今天的武魂觉醒呀？看着眼前的女孩身后的炎和邪月二人，再加上前些时日教皇千寻及无辜暴毙，我很快确定了自己所处的时间节点。于是我迅速拉起胡列娜的小手，小娜娜，等你变强了可别忘了我。正所谓苟富贵勿相忘，我石方后半辈子就指望你了。闻言，胡列娜拍了拍平平无奇的胸膛，石方哥哥又在说奇奇怪怪的话。不过你就放心吧，我这么聪明，肯定能觉醒超级厉害的武魂，到时候一定罩着你。闻言，我欣慰地摸了摸胡列娜的小脑袋，没有再言语什么。虽然胡列娜是恋爱脑，但是她的天赋强得离谱，先天9级魂力不是盖的，而且她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比比东那疯女人收为弟子。反观我赵某人呢，身为穿越者却没有系统或金手指帮助，鬼知道能觉醒出什么玩意。万一到时候水土不服，啥都没觉醒，那乐子可就大了。看着我和胡列娜亲密的样子，不远处的舔狗1号言妒忌的面目全非。臭小子，你手往哪放啊？信不信我揍你啊？闻言，我不屑地撇了撇嘴，毕竟自己懒得跟小屁孩一般见识，但被人骂了也得找机会还回去。而对付舔狗最有效的办法，就是让他心仪的女神亲自教训他。想到此处，我使出前世论坛学到的功力，接着茶言茶语的依偎在胡列娜怀中。小娜娜，你看啊，言那家伙真粗鲁。胡列娜顿时被言的举动给激怒，可恶的言，石方哥哥怎样关你什么事？还有你以后能不能别跟我说话？我怕石方哥哥误会红毛小舔狗的心。顿时被胡列娜扎心的言辞击碎。娜娜那家伙不是好人，我一眼就看出他渣男的本性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听到言对我不停的诋毁，胡列娜怒气冲冲的指着言大喊：别叫我娜娜，咱们没那么熟。还有我就是喜欢石方哥哥，就算天底下男人死光了，我也看不上你。就在我笑得乐不可支时，一道苍老和蔼的声音传了进来：孩子们快过来集合了，今天可是你们觉醒武魂的日子。不久后，孤儿院的孩子们在测试广场集合，一名红衣主教摆下了觉醒武魂的6芒星阵，同时不远处还有个检测先天魂力等级的水晶球。之后按照红衣主教的指示，众人开始按照顺序觉醒武魂和魂力等级。而胡列娜如原著一样觉醒了妖狐武魂，先天魂力9级，邪月则是觉醒了月刃，同样达到了先天魂力9级。只有炎觉醒了火焰领主，先天魂力才8级。看着一下冒出的3个天才，红衣主教顿时露出喜不胜收的表情。在为他们开心的同时，我反而对自己产生了担忧。胡列娜看出我的焦虑后竖起了大拇指，见状我鼓起勇气走进了6芒星阵中。随后红衣主教开始向阵法输送魂力，可时间1分1秒的不停流逝，即使输入进去的魂力已经超过10个孩子的总和，但距离我觉醒武魂似乎还差了很多。见此，红衣主教只好继续加大魂力的攻击。在众人都开始怀疑人生的时候，突然我灵魂内部的力量涌现了出来，瞬间我黑白分明的眼眸变成血红色，飞镖状图案在瞳中不停流转。仅仅是与我对视一眼，红衣主教就有种自己心神被射住的错觉。难道是超级武魂，甚至是传说中的神级武魂？说完，主教连忙用魂力隔绝我和外界的联系，接着让我测试先天魂力，直到水晶球上浮现20的光芒时，他立刻下令封锁现场，并且亲自去通报教皇和大供奉。这时我摸了摸自己的眼睛，万花筒图案也悄然隐了下去。其实我并不打算隐藏天赋，玩什么扮猪吃老虎那一套，只因实力弱小的时候如果不找个依靠，到时候怎么死都不知道。毕竟七宝琉璃宗喜欢暗杀天才的捕斗罗，而对于即将到来的大供奉和教皇，我也有研究。教皇比比东明显不是个合适的选择，相比较这个喜怒无常的疯女人，千道流无疑是更好的选择。现如今千道流正全心全意地培养千仞雪，把千仞雪当成天使，一脉复兴的希望，为此甚至压下了杀死比比东的念头。因此加入千道流供奉殿阵营，只要没有背叛武魂殿的念头，千道流一定会给予悉心培养。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，2道人影从远处急速走来，而来者正是千道流和比比东。此刻千道流直接进入主题：石方把武魂放出来吧。闻言我听话的点了点头，随即强大的精神力量涌现。千道流见状顿时喜出望外，的确是神级武魂，哪怕是我面对你这双眼睛也有种冥冥中的畏惧。看来你这双眼睛还比我千家的6翼天使更胜一筹啊。好孩子，我是供奉殿大供奉99级极限斗罗，你可愿拜我为师？只要你拜我为师，我一定全力帮助你成长，武魂殿所有资源都将为你敞开，10万年魂环和10万年魂骨也没问题，我会亲自帮你猎杀10万年魂兽。此刻千道流在内心思考，这孩子未来必将成为小雪的助力，如果撮合石方和小雪在一起，以后将拥有2种神级武魂传承，从此在武魂殿的地位更加牢固。在被斗罗殿殿主千道流收为弟子后，一旁的比比东突然温柔地看着怯生生的小女孩，叫胡列娜对吗？我就叫你娜娜吧。闻言胡列娜表现得有些畏惧，虽然她现在的外表有些小家碧玉，但在我这几年的耳濡目染下，如今的胡列娜可比原著聪明得多，并且内心早就向着我。之后在我的暗示下，胡列娜拜了比比东为师，直到武魂城觉醒武魂仪式圆满结束，20级先天魂力的出现引得大陆各大势力蠢蠢欲动，但千道流的威名让他们决定暂时隐忍不发。之后暂别依依不舍的小狐狸胡列娜，我跟随千道流前往供奉殿修行。供奉殿是武魂殿地位最高、实力最强的地方，这里只有魂力突破90级的超级斗罗
才有资格加入，并且供奉殿现在总共有7大供奉，这等恐怖实力足以碾压当时任何一家势力。如果海神斗罗波塞西不仰仗地利，两方势力公平对决，海神岛绝对必败无疑。不久后，我和千道流踏上了通天台阶之旅，而3000层台阶是对我的一场毅力考验。在催动魂力的加持下，我咬牙走过了最后一道台阶，直到感受着高空吹来的凌风，身体上的疲惫似乎也驱散了不少。千道流见状欣慰地点了点头，有天赋的人很多，但有天赋还有毅力的人就很少了。之后，2人一同来到供奉殿大厅，6道身形高大的人影早已等候许久。千道流对我挨个介绍了6大供奉，而供奉殿7人组，除了千道流有后代之外，剩下6个全都是孤家寡人。于是他们就像看自家孙子辈一样看着我，而我在感受到他们释放的善意后，便恭敬地喊了声爷爷。此刻我在内心中吐槽，自己明明是千道流的徒弟，却喊千道流的兄弟为爷爷。千道流这不是主动降了1倍吗？这么算下来的话，千道流的孙女得喊自己叔叔才对。事到如今，我绝不会允许武魂殿覆灭的下场，并且供奉殿的这群人谁也不能死，所以只好麻烦冰清玉洁的3哥哥死一死，哪怕他背后站着的是神界执法神。神王境强者我赵某人也不惜一战，如果自己的脑洞没问题，阴阳五行化为血迹，网罗那神灵又当如何？之后为了满足这几人的好奇心，我再次展示了自己的万花筒，而几大斗罗看到我那强大的精神力后，纷纷讨论我是否能提前获得万年魂环。而金鳄斗罗在众人的争论下陷入沉思，只因他是海边出生的人，小时候曾听闻某种东西能提升身体素质，不过那东西具体是啥，他一时间还真想不起来了。我见状顿时反应过来他想说的是什么。斗罗续作曾点名金蛟能提升身体素质，获得万年魂环不好说，但千年2环可没半点问题，一步快步不快，必须要抢在唐三前面成神，毕竟他是24岁成神，而现在唐三刚出生没多久。这24年的时间里，我不仅要完成万花筒到轮回眼的蜕变，还得获得超越神灵的战力，只有这样才能在修罗神不要脸的下场开挂下保护住武魂殿的存续，所以各种机缘必须拿下，唐三的优势开局也必须保持，当然各种针对3哥哥扯后腿也不能松懈。这时我灵机一动，决定编造一个莫须有的存在。各位爷爷，我小时候耳边总能听到一个声音，他说他是轮回之神。此言一出，在场众人全都震惊不已，千道流则是立刻用魂力包裹了整个供奉殿，确保里面半点消息也不流传出去。十方这里已经被我封锁，你这话跟我们说可以，在外面绝对不能透露半点。此刻我的小脸绷紧，认真的点了点头。轮回之神说过，等我到了封号斗罗境界，就给我降下神考，只要通过就能继承他的神位。他还说过，海洋鲸鱼魂兽的金膏和金蛟，他们不仅能帮魂师提高身体素质，还能帮魂师越级吸收魂环。此言一出，在场6个供奉眼神热切地看着我，但是千道流却若有所思，只因千家传承了神级武魂，6翼天使曾得到过先祖天使神的神谕，明白神灵是何等的存在，但不知为何，这几百年过去，天使神跟武魂殿失去了联系，而他的最后一道命令是诛杀邪魂师。虽然千道流表面毫无波动，但他的内心早已酸水泛滥，不愧是神级武魂啊，居然小时候就得到神灵眷顾，怎么我们千家的神灵跟后娘养的一样？这小子现在神级武魂加上先天20级魂力，想成就个封号斗罗，还不是有手就行。想到此处，他摸了摸我的脑袋，好孩子，那位神灵大人还跟你说了什么？闻言我装作努力回忆的模样，海洋里有只深海魔鲸王，不逊于人间半神，还有68万年精神系海魂兽，以及80多万年的深海魔鲸，并且星斗大森林很危险，有许多凶兽扎堆，甚至半神级别的都有。极北之地有只70万年魂兽，日月大陆有只78万年精神系魂兽，别的我想不起来了，毕竟那时候我才3岁。当我说完最后一句话后，在场7大供奉被这惊悚的信息吓了一跳。千道流曾经和唐晨一起追求过海神斗罗波塞西，曾听闻深海魔鲸王的情报，顿时明白十方说的话是真是不虚的。但是60多万年的魂兽，算上场地优势，千道流不确定自己能否拿下。这时金鳄斗罗一拍脑袋，我想起来了，金蛟除了那方面的作用，好像的确有增强身体素质的能力，只可惜这东西数量稀少，极少数出现在人类社会的金蛟年限很低，往往流通在贵族阶层。金鳄斗罗的话再次证实了我的言论，我神灵眷顾者的身份更牢不可破。这时千道流郑重的点了点头，二弟你是海边出生的，对海魂兽分布比我更了解，你明日和6弟7弟一块出发，去宰几只万年鲸类魂兽，我好给雪儿和十方取金膏和金蛟筑基。说完，千道流又拿出了一个盒子，十方这是老师我给你的拜师礼，你猜猜里面是什么？闻言，我的眼睛悄然从黑白色变成了血红色，随后收敛狂喜的情绪，不确定的询问师傅，难道是被称为血河之宝的魂骨吗？千道流欣慰的点了点头，这盒子里的正是魂骨，而且还是快10万年的左腿骨，这是当年我晋升封号斗罗之时猎杀赤火天马得到的，以你神级武魂的资质以及媲美魂圣的精神力，吸收这块魂骨应该没太大难度。这时一旁的金鳄斗罗也拿出一块魂骨，十方，这是炎灵鳄王的10万年右臂骨，今日也一并送给你了。在获得了2块10万年的魂骨后，我为了报答武魂殿的众人，决定要好好针对唐三。不久后，在千道流的引荐下，我认识了千仞雪，在彼此相互熟悉后，我死缠烂打的学会了千家流传的魂力冥想法。之后我开始根据回忆拿出纸和笔，罗列出了斗罗的机缘剧情。机缘1，冰火两仪眼；机缘2，10万年蓝银皇右腿骨；机缘3，外附魂骨8蛛毛；机缘4，蓝银皇觉醒；机缘5，10万年柔骨兔；机缘6，暗魔邪神虎；机
机缘7，杀戮之都，杀神领域。机缘8，天斗帝国皇室瀚海乾坤罩。机缘9，海神岛神考。机缘10，深海魔晶王。写完这些后，我摸索着下巴，蓝银皇觉醒这点想干涉也不难，提前找到地方把蓝银王宰了。而八蛛毛这玩意不确定性太多，反观暗魔邪神虎，这家伙跟我相性不错，它的属性大多都是我需要的，还有瀚海乾坤罩也必须拿下，无论偷也好，威逼利诱也罢，只要没了这个，唐三就别想成海神了。只要他不能继承海神神位，那就没资格招惹深海魔晶王。至于杀戮之都和海神岛这两个地方，就敬谢不敏了。论坛阴谋论中，唐三重生都是修罗神一手谋划，海神这家伙能插手天使神的神考，估计都是敌人。在大致过了一遍剧情后，我用灯火将纸张烧成灰烬，接着从戒指魂导器中拿出2块魂骨。为了20多年后的那场战争，防止修罗神和海神不要脸亲自下场，我必须竭尽所能提升实力。于是我开启万花筒写轮眼，仔细观察2块魂骨。下一秒，2块魂骨中盘踞的魂兽残魂显现。为了我的未来，只好麻烦你们死一死了。瞬间魂力化作精神之剑，顷刻间贯穿了2只10万年魂兽的残魂，2块10万年魂骨的气息也变得更纯净了不少。随后我开始吸收融入这2块魂骨，而这次身体改造足足用了2天半的时间。醒来后的我发现自己还是在20级，不过魂力强度足以堪比34级。我的猜想果然没问题，舍弃了4块10万年魂骨的羁绊，却得到了元素亲和与元素掌控，这波血赚。说完，我调转体内的魂力，朝着手掌涌入，土黄色光芒在魂力的支撑下，瞬间变成岩石手套附在我的手上，并且这股力量还能变成各种武器工具。而赤红色的光芒以魂力为燃料，变成了一团火焰，时而化作火球，时而化作火鸟。火属性和土属性已经有了，还差风雷水3种属性。血轮眼代表了极致的阴属性，那么阳属性又该从哪找呢？不久后的供奉殿大厅内，千道流用柔和的魂力探查我的情况，2天半时间就能把2块10万年魂骨吸收完毕，你这效率很不错啊！再吸收完3个魂环，估计超过小雪都不成问题。不过，你2块10万年魂骨的魂骨技是什么？闻言，我的心里闪过无数念头，最终决定把自己的异常隐瞒下来。神界神灵曾为了限制魂兽崛起，给魂兽和魂师体系定下了铁律。我这个违规者如果暴露自身异常，说不准会引来执法神探寻的目光。在万花筒血轮眼2次觉醒之前，适当的隐藏，对自己对千道流他们都好。之后，在一番简单又不失华丽的表演下，7位封号斗罗和千仞雪差点被吓出个好歹。片刻后，金鳄斗罗率先反应了过来，这时他立刻从储物魂导器拿出一个玉筒，这些金膏出自一头8万年的邪魔虎鲸身上。我本想猎杀10万年的邪魔虎鲸王，但这厮一看情况不妙，早早的溜进深海中。十方小雪，你们快趁热吃吧，用魂力把这东西炼化就行。闻言，我和小雪不敢再耽搁时间，连忙把金胶一口服下，接着盘坐在地上开始炼化。1个多小时后，我感觉浑身暖洋洋的，4肢百骸都充斥着金胶的药效。金鳄斗罗见状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十方的武魂是精神系的，但这孩子的力量恐怕不逊色强攻系力量型魂王了，并且这孩子现在的身体强度以及神级武魂加持下的精神境界，第一环吸收万年魂兽应该不成问题。之后又过了几天，我和千仞雪熟练掌控了现阶段的身体素质，可为了猎取魂环突破境界，我们一行人前往了星斗大森林，并且随行的人中有千道流以及金鳄斗罗和灵渊斗罗。不久后，我们一行人来到了森林深处。就在众人准备安营扎寨的时候，一道高傲的嘶吼声突然响彻天际，人类离开星斗大森林。这时，千道流瞬息间进入武魂真身状态，这就是十方所说的半神级凶兽吗？果真天赋异禀，这头金眼黑龙王交给我来对付，剩下那头暗金恐爪熊由金鳄斗罗牵制，灵渊斗罗负责保护2个小家伙。话音刚落，六翼天使猛地振翅，接着紧握圣剑朝着黑龙冲了过去。就这样，战斗一触即发，灵渊斗罗连忙用魂力护住我和千仞雪。而在这时，一道微不可察的精神传音在我耳边响起：“小兄弟，我是传说中的100万年魂兽天梦冰蚕，这么些年，我被这群混蛋凶兽吸干了，你还认识跟天使小子差不多的强者吗？快把他们都喊过来，救救哥吧！只要你救了我，我就自愿做你的魂环，有我的帮助，你成神之路肯定更加顺畅。方位我已经发给你了，你可别让我等太久了。”说完，他便掐断了精神链接。与此同时，帝天和千道流的对峙也落下帷幕。仅仅是交手数招，千道流就知晓彼此的大致实力倒是不差，咱们还要继续打下去吗？你应该很清楚，我的硬实力比你更高一些，而且我此行的目的不过是带2个后辈来获取魂环。帝天强压下内心的杀意，猎杀魂兽可以，但你们不能进入星斗大森林核心区。只要你做出承诺，今日之事就此翻篇。闻言，千道流把武魂真身收起，接着云淡风轻的点了点头。不去核心区可以，但你们也不能踏出外界半步。这时，帝天死死的盯着千道流，试图分辨他说的是真是假。良久后，帝天收敛魂兽姿态，幻化成人类外形。人类中的强者，记住你的承诺，不然我们不死不休。待一番交涉后，帝天回到了核心区，千道流也从半空中落了下来。十方看到此界绝顶高手之战，你有何想法？闻言，我稍加思考，决定换个说法来，让千道流帮助自己达成所愿。老师，刚才您在跟那头凶兽对战之时，一个声音告诉我，森林核心区有让我武魂2次觉醒的契机，我的双眼力量足以在封号斗罗面前藏匿身影。您可以带领供奉殿的几位爷爷再来一趟，跟魂兽们正式签订契约，而我也能趁机溜进森林核心区，找到觉醒的契机。此言一出，在场众人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。千道流连忙用魂力隔绝这里和外界的联系，
石方，你能否在我面前演示一下那股力量？不然我是不会同意你去冒险的。闻言，我瞬间开启万花筒写轮眼，刹那间身影消失在原地，哪怕半神级的千道流都毫无察觉。正当众人惊讶之际，我的身影缓缓出现。老师，现在可以了吗？千道流见状，感觉自己的三观都快被石方震碎了。这种程度的空间操纵力也太逆天了。那好，老师就帮你一把。敲定了后续的安排，接下来就是此行的正事了。千道流立刻擒住2只万年魂兽，丢在地上，其中一只是1万年修为的太阳鸟，这只魂兽无比契合千家的6翼天师武魂，另一只则是3万年的灵幻魔狐，它的精神力加幻术系，非常适合我的眼睛。不过2只魂兽桀骜不驯的眼眸在述说着宁死不从。千道流见状，无奈的摇了摇头。雪儿万年魂兽有灵魂震荡，以你的精神力很难抵挡他死亡的怨念。闻言，千仞雪有些失望的应了一声，没有反驳千道流的说法。这时我回想起火影里带土能操纵人助力，还能强行控制九尾破坏木叶，以自己现在的精神体量，用幻术来削弱他的反抗，区万年魂兽应该翻不起太大的浪花。想到此处，我决定付出些代价，来帮千仞雪获得更好的起点。老师，我有办法，让小雪姐姐吸收这头魂兽的魂环。说完，我缓步来到被禁锢的太阳鸟面前，眼中万花筒的图案开始旋转，浑厚的精神力量以幻术的形式潜移默化地融进太阳鸟的识海。片刻后，我的眼角溢出了点点鲜血，太阳鸟的双眼也变成了万花筒图案。此刻，太阳鸟像是个傀儡一样被我随意摆弄。在对太阳鸟吩咐了几个违反它天性的指令后，我转过身对千道流笑了笑。老师，你看我做到了。见此一幕，千道流莫名的很是心疼，千仞雪则是连忙上前擦去我眼角的鲜血。笨蛋石方，我是你谁啊？你凭什么对我这么好？闻言，我捏了捏千仞雪的脸颊，